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85花杨幂、赵丽颖、杨颖，谁是情感上的赢家？85后几个成名花都各自把触角延伸到偶像剧以外领域探索，但是基本上已经事业定型了。或者是以主旋律的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，或者就是已经是手握巨资的老板，譬如赵丽颖、杨幂，还有就是杨颖。这几个人是典型的85后大花，事业有成，但是一致的离婚收场，而且事业并没有被婚姻阻碍。但是从本质上，三人都是不同的。赵丽颖开始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出场，卑微的县城女孩，靠实力一步步的拿到适合的剧本，靠实力 PK， 最终从花千骨开始爆红，之后靠好剧本、好演技，循规蹈矩，稳扎稳打，最后成功。她和冯绍峰结婚时，她自述是因为冯绍峰给她做面，让她很有家的感觉。她的描述就是一个在激烈残酷的社会中打拼多年的小女孩，最终获得了成功。她的选择也是给她家的男人，譬如冯绍峰。而离婚后，赵丽颖再没有传出恋爱传闻，并且在资料中看到她的人际关系也是中规中矩，对人不带讨好性。杨幂本身就是有着很好的资源的，从小时候出演过《唐明皇》，北京四中的北京大妞，就是一个自信满满且很有灵气的女孩，靠宫里的洛晴川大火。本身情商高，做事情善用技巧，但是不算专精、自信。从几部成名剧后，立马开始转做起老板，虽然急躁，但是稳打7寸，目的性强，对于感情期待度高。最后找到了无论是家世、外貌、性格都不错的刘恺威。如果说赵丽颖找的是家的感觉，那杨幂找的就是白马王子。而杨颖走了和两者截然不同的路线，她从无数同质化嫩模开始一路厮杀，靠黄百鸣等男人提升身份，然后去日本深造，回来后再靠黄晓明获得资源，之后成功脱颖而出。她既没有赵丽颖的稳扎稳打，她是肯干，对人谦卑，也没有杨幂的高起点，她就像一根藤，靠别人扶摇直上。她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，可以说是自恋的讨好型人格，把老娘要钱的目的铭刻在骨血里。她生命不同时期出现各个男人，林建岳、黄百鸣、松浦圣人、黄晓明、王中磊、古天乐、杨明。她没有一直驻留在这些男人身边，但是她却表现得很长情，每个人都对她的印象很好。她的起点比杨幂低很多，但是在感情上却有着前仆后继的付出型国王人物，黄晓明就是她收缴的胜利品之一。如果按情感来看，赵丽颖的情感受挫度大于杨幂，更大于杨颖。杨颖我个人认为是天生就不信感情的人，她只信任金钱。她可以饰演小白花，也可以饰演迷妹，更可以饰演贤惠女。现实生活中的演技远远比她在影视剧里的表现优胜得多。她对有用的人其实都带着讨好性的人格，但是看过《奔跑》几期就知道，她是目的性很强的人，任何事情都不会单纯从感性出发，所以她才可以这么游刃有余。黄晓明说：“我就是上天派过来保护她的。”那是因为 AB 演得太到位了。而离婚后，她出席各大场合，又是一副大女主胜利者的姿态，完全就是失去她教主也无所谓，反正我的资源也拿到了，但是也有点可惜。杨幂本身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女孩子，家庭条件不错，并且高中上的是北京最好 Top 1的高中，而且样貌优越，她是没有理由不自信的。而且相信高中时追她的男孩就很多了，所以对于感情，她是没有什么心结的，也就是自我防御。所以她当然相信会找到最好的白马王子。
他演《仙剑奇侠传》大概率就是那会儿的本色演出，灵气逼人，古灵精怪，眼神透着笑，也很单纯。对于和异性接触简单又直接，因为他潜意识就觉得男人大概率不会拒绝他这么优秀的女孩子，实际上也应该是的。人的理性其实是被现实逼的。杨幂早年就未受挫，没心结的她找到了刘恺威。刘恺威长得肯定是可以的，并且身世温柔，对杨幂很体贴，这其实是符合杨幂的理想白马王子类型。但是离婚这件事和两个人爱不爱没什么关系，和怎么做也没太大关系，最后自然就是离婚了。杨幂后期来看，就是整个气质都很冰冷了，就是看似说说笑笑，但是其实是很难陷入真挚感情的。就是这次感情对她来说伤害是比较大的。